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光圈仔。最近呢，我们后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私信，问我这回去黄石究竟带了什么样的设备。毕竟这次旅行呢和前几次不一样，我们选择在冬天去黄石，室外的温度呢将近零下20度。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呢，不管是对设备还是拍摄而言，都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我也想通过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究竟带了什么样的设备，以及拍摄野生动物时相机参数的设定。首先最重要的肯定是我这回的主力相机尼康 Z8 和这支尼康的400毫米 f2.8 的定焦。当然400毫米的焦距在拍摄野生动物题材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所以我同时又带了 1.4 倍以及2倍的增倍镜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使用 1.4 倍和2倍的增倍镜，我们可以将焦距放大到640毫米或者是800毫米。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有一定画质上的损失，但是毕竟拍到比拍好更加重要。像在冬天的黄石，动物大多活动在远处，比如狼群、野牛，如果没有长焦，很难捕捉到细节。而用800毫米拍摄时呢，我能在不干扰它们的情况下获得清晰的画面。我在拍摄野生动物和鸟类的时候，相机参数的设定和以往我拍摄人像或者风景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别。对焦模式呢，我会设定在自动连续对焦上。那么跟踪模式呢 ，Z8 有动物和鸟类的自动对焦，这样能最大的限度让相机帮我们在复杂的环境里边锁定我们想要拍摄的主体。感光度呢，我通常会设定在自动的感光度上。快门呢稍微有一些区别，鸟类的动作呢通常比地面的动物的动作呢速度会更快，所以拍摄鸟类呢，我通常会把快门设定在2000分之1秒甚至更快的速度。但在拍摄地面动物的时候呢，我会根据地面动物的状态来进行调整，最低我也会设置在1000分之1秒。如果是它们在跑动或者在打闹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会需要设定更高速的快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可能从之前的视频当中看到，我们决定通过雪地巴士的方式去参观了冬季的中老泉。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预约到专门为摄影开的雪地巴士，所以在上车的前1秒，我被要求不能带任何的脚架。所以我这套设定将近10斤的重量，我手持拍摄了1天。如果你跟我一样想以这样的配置去游玩冬季的黄石，我建议你一定要想办法预约到为摄影专门开的雪地巴士，要不然1天下来胳膊真的就废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作品，请记得点赞、收藏、转发，我也会努力以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除了Z8呢，我还带了面前的这套设备，哈苏 907X 100P， 搭配的55毫米以及25毫米2支镜头。哈苏 907X 1.1像素的解析力呢，在捕捉雪景的细节上非常惊人，无论是雪地上细腻的纹理，还是远处山脉的层次感，都能保留下来。即使放大查看，画面依然非常锐利。这台中画幅相机的色彩宽容度呢也很强，比如黄石的地热温泉区域，水面颜色过渡非常丰富，光线变化大，但是 907X 能够精准地还原那些微妙的色彩层次，让画面更具有层次感和氛围感。25毫米这支镜头呢，特别适合拍摄风景，一张照片就能囊括很多壮丽的景色，而且画面的边缘依然保持很好的解析力，没有明显的畸变。其实我选择这套设备呢，也不是无独有偶。哈苏的相机在我的心目中确实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可能今后我也会出一期视频专门来讲讲为什么我会选择 907X 而不是 XRD。 在使用大炮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呢，稳定性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我这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带到的一支独脚架，它在我第3天拍摄的过程当中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一支捷信的4系独脚架，它一共是6节，收纳起来的长度呢只有仅仅的44厘米，展开以后呢，它能达到154厘米的高度，自身的重量呢只有0.6公斤，但是它却能承载35公斤的重量。这样一支轻便小巧，并且能为我提供足够支撑的独脚架呢，在我第3天的拍摄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用3脚架，其实我带了。
但是呢，在这次旅行当中呢，我们是在不断寻找野生动物的路上，独脚架的展开收纳速度呢，会远比三脚架来的方便得多。这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给我们发私信。谢谢大家的观看。